雪原之战开打，突袭正式开始。他的电视引领进攻，他们将在这里找寻厕所科学家的下落。厕所科学家露出踪迹，但他不打算亲自应对，而是将基特特投入战场。双方的大战即将一触即发。Hey guys，PCM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传奇宇宙第8集更新了，但我们还没有看第7集。这个视频将一次性来看这2集，请大家在看的时候能多多发言。如果觉得不错的话，点个小小的赞哦。在上期，监控人使用了双鳃监控时取的地图，发现了厕所的基地，但据探查，厕所已经秘密转移走了，导致扑了个空。于是他们打算由着这条线前往俄罗斯西伯利亚这个疑似厕所的第2个基地。中途音响人拒绝参战，且他的音响也在升级当中，于是大军仅由他的电视一个泰坦带领。此行距离遥远，环境恶劣，他们将如何应对？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。剧集一开始就给到了前线，此时大雪纷飞，炮火连天。在此之前，他们很顺利的来到了这里，现在似乎正在向一个据点发起攻击。一架监控飞机尝试带走碉堡上方的厕所，但被上方一个什么装置给电击了。坦克车准备就绪，充能片刻后发射，成功断掉了这个制高点，给监控人有了继续前进的机会。所有人都朝更里面冲锋，陆空协同作战，扫荡着前来阻止的厕所。但电视也在向前推进，此时4发飞弹朝他射去，但出奇一致的是，全部命中了核心位置。难道他的电视的核心除了能牵引能量，还能改变飞行物带来的轨迹？这些飞弹看起来瞄准的方向都是核心位置，可能之间没有关系。我们继续，前方出现了红蓝紫3种颜色眼镜面罩的厕所，紫眼厕所当即从后方升起炮管，向他的电视刷了一发火箭，但他的电视子刀格挡开了，这样的攻击不足以撼动他。身后又出现了一位厕所，他拥有8根炮管、4根推进筒，中间还有个红色按钮似的东西，险些误认为是 G-Turret， 但他肯定不是，因为他会在后面出现。这位8炮管厕所上来就是顺发攻击，将这些类似电磁炮的能量汇聚成了一束，成功击中了他的电视的右键电视头，导致了屏幕破裂。他的电视见电视头挨打了，结果可想而知。看着抖动的主电视头，明显是怒了，原地飙了一句出口后，他的其余屏幕紫色罩子挡住了电视屏。战斗形态展开，有了这层罩子后，8炮管厕所的持续攻击也无法再向他的电视造成伤害。他的电视滑了子弹后，原地弹射起步，飞向空中，完成了一记飞身头满分扣篮，10分的帅气。解决完这个厕所后，他继续向前推进，下次出现就在很后面了。来到另一处战场，迎面就是一位蜘蛛厕所，摘取了监控人的探头，他很快朝第2位走去。纵使第2位监控人使用了枪械的麻痹射线，也无法阻止他的行动。就在他将要得逞时，大摄影人来了，震荡炮将其击退。只要管子够粗，没有不能解决的。大摄影人指挥着监控人跟着他继续前进。此时某处据点内2位厕所正在交流，但话还没说完，一众监控人破墙而入，清理各个方向的敌人。大电视也在红光照耀下解决了一位厕所，这非常奇怪。大电视竟然除了黑白屏还会红光，看着这个宇宙对他有了单独的设定。他在之前对付变种厕所时损坏了屏幕，修好之后他的电视头便有着明显的不同，或许他的设定改变便从那时候开始了。此时一名监控人叫住了大电视，称有一名特工已经潜入了厕所基地。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大电视夸赞一句便黑烟传走了，视角再次换地儿，来到精英小队。双兵想飞身上来与人形厕所交战，一脚飞踹了过去，随后近身肉搏，连环小拳主打一个快，接上背身肘击疯狂输出人形厕所。人形厕所招架不住，步步后退，掏出了一把长刀准备反击。双兵想见状及时收手，掏出了他的匕首。这把匕首此前在双山监控面前展示过，有着与他主题色一样的光效，我想这可能与他之前回忆时的音响头一样，显然同时得到了某种升级加强才有了功效。2人双刀交织，比拼气力的时候到了，但这把刀是红色2级武器，不是一把黑色 B 级武器，无法抗衡了。2把武器短暂接触之间，火花形成了火焰，很快就削断了长刀，同时带掉了人形厕所的眼镜。见状满脸大吃一惊，趁势双兵想近身声波洗脸，但人形厕所的眼镜虽然没了，耳机还在的，效果不是很大，反手一记飞拳击退。双兵想借力使力声波弹射起步，在空中来了一手慢镜头。正当我以为他要在空中完成投币的动作时，结果他掉在地上才补了一刀。出其不意的一招使得人形厕所满脸通红，燃起来了，可见这把2级武器有多强力，光效不是白带的，锋利的同时还附带火焰燃烧特性。希望这样的武器给双台监控也来一把。不过我觉得他不参与这场战争肯定是有原因的，升级可能也只是其中之一，后续估计还有惊喜。女音响也到来了，他3连声波在建筑之间位移，盯上了一个正在发射激光和炮弹的厕所。
落地一击飞出来，打出僵直，再接上一拳直接爆浆。女监控也到了，她翻身躲过炮弹后，鹰眼锁定了空中的 gas 对轰炸机，很快就发射了一炮命中了。漂亮的一击，3人汇聚，我想他们就是应该先前监控人所称的特工了。他们走进了一处建筑，将探索建筑里面的线索。此时双臂音响脑海中正在想着一些事情，出现了磁带人的声音。这些厕所曾是人类，他们需要找到解决办法，但显示的是此前音响人被厕所重创的画面。这下成为了2个难题，如果不摧毁厕所，那么这些厕所就会攻击他们，且他们没有将厕所变回人类的能力。如果摧毁，硬件头是人类制作生产的，就算他们成功了，撇除这些厕所是人转化而成不讲，以后的世界也只是一个机器人的世界。再加上这些厕所40亿数量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。我不敢说磁带人的想法是对是错，但如果这事发生在早期厕所还不是很多的时候，我想他们肯定是对的，可以通过并配合人类完成一些措施来拯救。但现在转化了40亿，且还在传播增长，那时候才多少人？1979年世界总人口也就43亿多，基本算是完全失控了。不过关于这点，我也不知道作者会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，未来再看吧。某处房间内，厕所科学家正盯着9宫格屏幕，他在面前的仪表上操作了什么？随后镜头闪出了绿光和镜头干扰，右上角显示的文字信息是翻译。此刻的他在向某人交流，从厕所科学家的口中可以得知，他是因为他的电视的到来，准备将 G-Twit 投入战场使用，声称没人能够阻止他，可见他对 G-Twit 的自信。厕所科学家在接通对话时闪烁的绿光干扰，可能应该仅是视频连通画面时产生的，虽然也有神秘人的可能，但与厕所科学家对话的人说的是 Skibidi 语，所以与他对话的人是厕所的概率大些。不知道未来的G版会不会补充这里的画面。视角转回，对于双臂音响的异常，女音响发现了，他询问双臂音响的状况。女音响对于双臂音响为什么在就近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很紧张，以及在升级之后为什么总是自己一个人待着产生了疑问。我想双臂音响可能听进了磁带人的话，就像刚刚边走边想那样，导致成天都在为了这个发愁。而女音响的疑问，双臂音响并不想谈论这个。就在女音响想再劝说时，女监控打断了他，他表示让双臂音响安静一会儿，如果女音响要分享感受，可以找一个与女音响一样外向的人。难怪双臂音响对待联盟成员看起来高冷，原来是因为性格内向。我想这算是一个人物的侧面描写了。回到大电视视角，他将地上的4发飞弹厕所举起来当枪使，解决了靠近过来的2位厕所。不过飞弹发射后，炮管里还有飞弹，不够严谨。大电视将其砸在墙上粉碎，随后继续向内部探索。当他走到一处房间前时，发现了某处实验室，里面躺着个电视人，2厕所正在用 Skibidi 语言交流。对于这一幕，大电视产生了疑问：这是电视人？看看这红色的背景板，明显是录了。顿时夺窗而入，迎面紫光照射，2厕所不由间失去了对自身的控制。随后大电视将他俩扔出了房间，就跟之前大电视红光一样，这个角色显然有了单独的设定，而紫光也不再是原作那样操控行动的紫光，是能直接控制单位的紫光了。这也透露了一个信息：传奇宇宙的设定正在渐渐的修改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想法，没有直接魔改，算是给够了观众适应的时间，值得点赞。但是靠近桌上的电视人，这个电视人的电视头与任何一个电视人都不一样，光效整体紫色配色，有2个类似眼泡的东西，背后8成是个飞行装置。难道这将是这个宇宙电视阵营的小型精英单位？不知为何，这让我联想到了原作的双刃电视，不过没有近点特写，还不清楚具体长什么样子。大电视此时巡视着这些厕所对电视人干了什么，同时拾取了桌上的遥控器，给这个紫色电视人开了机。很快，一个表情弹了出来，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询问大电视是不是他的父亲。好吧，很显然不是，这无疑是个玩笑。紫色电视人对于大电视的说话声音存有疑问，为什么还在倒着说话，并同时表示自己可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。可以看到这个电视人可以像探的电视一样局部传送，8成是电视阵营的经营单位了。他把大电视解决说话倒放的问题边做边说，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得知，这个紫色小电视人名叫尼奥斯。之所以电视人说话是倒放的，是因为在制作电视人时将他们的声音进行了倒放处理，以此来切断与人类这样的生物交流。但创造他们的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变成了这些名为 Skibidi 的生物。尼奥斯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知道这些消息，但他接受了这个事实。经过尼奥斯的处理，大电视现在也可以正常说话了。对于剧集未来的制作，可以省去倒放这一步骤了。而后尼奥斯将桌上的某种文件带走离开，这份文件基本看不出什么内容，但从尼奥斯边走边念其中的内容来看，像是他自己的使用说明书，教他怎么飞行。对于这一幕，大电视询问尼奥斯能理解这些 Skibidi 语言吗？答案显然是的，甚至还能复述出来。You can understand that Skibidi language, bullcrap. Yeah, I can. Say a sentence. Skibidi bop, yes, yes. Never mind. Shut the hell up.
此时随着一声爆炸，前方有一颗探头飞出，是一个类似原作58级的赤裸。摁键状，正当大电视将要处理这个对手时，里奥斯先一步动手了，一个紫色空洞炸展开，眨眼之间来到了厕所的面前。里奥斯头部眼喷发动，击碎了厕所的眼镜，紧接着他投射出了蓝光，其中充斥着闪电的效果。不久后，这部厕所便没有了动静。结束时，他再次传回了大电视身旁，一套操作行云流水。大电视也为之惊讶，视角转回外部战场，他的电视依然还在前进着。他收回了屏幕保护罩，随着他的全屏同步红光照耀开启，但雷声大雨点小，效果不大。这厕所都佩戴了墨镜。一辆坦克车发射了一把巨型飞笔，试图以此来破坏泰坦电视的屏幕，但泰坦电视的武器产生的电磁干扰了其在空中的运动轨迹，被定住了。随后操控这把匕首调转了方向，破坏了地上的坦克。紧接着，泰坦电视核心开始运转，将要发射核心冲击。这个厕所掏出了对讲机，呼叫支援。很快，一处地板裂开，里面有金光传来。泰坦电视没等其现身，核心冲击骤然发射，而下方的人很快窜了出来，能量护盾挡住了核心冲击。一眼看去是 G-Turtle 无疑了。虽然他此前被泰坦电视短暂解决，但在泰坦电视回到战场后就不见了。此时 G-Turtle 回归，泰坦电视为之惊讶疑问 ：G-Turtle 现在改造成人形了，但特征基本没有变化，最大程度还是保留了原样的款式。他没有回答泰坦电视的疑问 ，G-Turtle 6发抵满，直接发射，回收名场面，核心巨速激光，同时绿球出现，基本一致的画面表现。泰坦电视被打断了，情急之下，泰坦电视再次核心射线发出，但依旧被 G-Turtle 躲避，双方开始近身肉搏。G-Turtle 再次激光持续压制着被逼退的泰坦电视，但泰坦电视的子刀似乎也能巨能，牵引了2道激光的子刀，慢慢充满能量闪电交织。故技重施，泰坦电视想要借这股力量再次一刀带走 G-Turtle， 但有烟无伤。G-Turtle 表示这把戏用一次就够了，第2次就不会有用了。随后一拳砸出，这集到这就结束了。整体2集看下来是粉的过瘾，有了一些新的东西呈现。之前我期盼已久的原作 G-Turtle 人形，没想到在这里实现了，这让我越来越期待后续的剧情。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。我是 Peaceman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